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经典飞行射击游戏《究极虎》的下半期。这款游戏的流程呢比较长，所以前天给大家录制了上半期，今天是下半期。那实际上这次呢是我重新打的，因为之前本想一口气录完啊，但是呢在后半期的时候翻车了。我一想呢，重新把这个子弹啊再吃满要比较困难，所以说今天的下半期啊和上半期是2次游戏啊，并不是一次录制下来的。这个请大家理解一下老年人吧。打飞机40多分钟啊，实在是有一点困难啊，所以就分了2次，一次大概打个20多分钟，这还是能够撑下来。武器呢，我仍然是使用的蓝色。上半期录制结束之后啊，很多小伙伴说他也喜欢用蓝色的子弹，有的小伙伴说呢喜欢用绿色，那肯定是高手，因为绿色的攻击呢比较集中，但是平时过关的时候就显着困难了，因为呢边上的小兵你照顾不到啊，有很多射击的死角，需要频繁的进行走位。还有的小伙伴呢说喜欢用红色，红色就比较中规中矩一点，兼顾了攻击的范围还有攻击力，虽然哪方面都不太突出吧，但整体的性能还可以。唯独啊黄色的武器啊没人喜欢，我也不喜欢啊，搞蓝色和绿色红色都可以，但是就是好好打飞机，不要搞黄色啊。我是正经人对吧？这里应该是第6关了吧，我已经忘了上半期我打了几关啊，应该是第6关，游戏好像是10关。而且呢上半期结束之后，有小伙伴留言说，大叔啊，这个游戏的名字你是不是说错了呀？我怎么记得当年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叫双眼镜蛇呀？那其实呢这是不同的版本的差异，你像世界版啊，它的名字翻译过来呢就是双蛇，双眼镜蛇。那日版的话就是叫究极虎，而且呢片头也不大一样。咱们的炸弹吃到了7个。其实这款游戏的难度，如果仔细的去考究的话呢，它并不是很高。大家想一下彩晶的那些飞行射击游戏，难度呢比这高得多。但是彩晶的游戏啊，它的1周目流程往往比较短。我这里换成了绿色的子弹，想快一点呢把这个清掉。放了3发炸弹啊，双 boss 看起来就比较难，但实际上呢第2个 boss 啊，它发射的是散弹。这个散弹有个特点，就是中间的那一发是瞄准你的，所以它每次发射子弹呢，你稍微移动一下就能够躲开了。我看高手在这里不放雷也能过去，但我是不行啊。boss 呢只有1种攻击手段，所以说难度仔细想想真的不高。那另外还有一点呢，直升机的着弹范围啊，就是被攻击判定啊，真的是小于它的这个贴图的，尤其是尾巴的部分，还有呢螺旋桨的部分。所以有的时候你感觉这下是不是挨打了呀？但实际上呢，这子弹擦着边儿，穿透你的贴图就过去了。游戏的整体啊难度不高，难度有一个上坡的地方非常明显，就是在游戏采用了双 boss 之后，单个 boss 的时候怎么打都简单，那双 boss 呢你就需要一点方法，而且呢有一些地方需要背板。
什么时候换武器，什么时候怎么站位，什么时候快速的秒掉一个，还是讲究一些打法。其实游戏真正的难度就是来源于它的流程太长了，40多分钟很难一口气集中精力打下来，不犯错呀。翻车的话呢，就很难重振雄风了，对吧？你需要吃到很多的武器加强，才能把这个子弹继续加满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就困难重重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非常容易造成玩家心态崩掉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啊7个炸弹，攒着攒着舍不得放啊，突然挂掉了。这个摔手柄啊、摔键盘的冲动就上来了，就想算了，不玩了。这里对面的航母非常大，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的主要动力啊，很多时候来源自你想亲眼看一下这个游戏后面的场景是什么样的，后面的 BOSS 是什么样的，人类的原动力之一吧。就是探索未知。我之前在一些游戏当中讲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有小伙伴还说，人类原动力不是钻洞吗？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呀，咱们就是只使用蓝色的子弹、绿色的子弹还是红色的子弹都可以啊，千万不要搞黄色。每关的流程长度大概就4分钟，而且这款游戏如果你打得熟了，它真的是除了 BOSS 之外啊，平时攻关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。就是咱们左右移动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，而且呢尽量少拉斜线，就是你向左移动也好，向右移动也好，你都是平移，因为对方的子弹绝大部分它都是指向性的，这样你平移的话很容易就把这个子弹躲掉了，哪怕呢你不是刻意去躲的，它也很难能够击中你。另外就是注意啊，敌方呢在走出屏幕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不能发子弹的。好，这个 BOSS 啊需要技巧了，这个打法啊你可以认为叫做秦王绕柱走啊。这个 BOSS 注意2点，你这样躲不开了呢，你就扔炸弹啊。这个 BOSS 实际上是2个。中间呢有一个连接的装置，这个装置啊千万不要给它打爆了，打爆了它俩就分开了。分开之后，如果一上一下发射子弹打你，这就很难躲了。所以说你尽量呢让它保持在一起。上一期也跟大家说过，这个 BOSS 啊是可以躲掉的。那这回呢给大家就演示一下躲掉。事实上这个 BOSS 我好像从小到大打吧，我一次都没有打爆过他们啊。如果想打爆的话，最好带着绿色的子弹来。其实还是躲的话呢容易一些啊。另外像这种双 BOSS 啊，如果你第一次看见不熟悉打法的话，其实还是有难度的。游戏本身呢它的炸弹没有护身效果，或者说有护身效果，但是它出来这个效果呢是有延迟的，这个其实很致命。那2个 BOSS 一起来的话，一般来说咱们对付一个很简单是吧，你怎么都能把它应付完成。要是2个一起上的话，这就要讲究技巧。你要是一起雨露均沾的话，这个照顾一点那个照顾一点，这个战斗时间就会显得很长，特别的耗费你的精力和体力。那一般来说呢都要采用集中精力，先射爆一个剩下那个慢慢来，舒缓一点，掌握好节奏就比较简单了。这个大家都懂是吧？道理呢很浅显，实际操作的时候很容易上头啊。你想一下2个呀，太刺激了。
所以说要冷静，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冷静。这是第几关了呀？第8关了吧？对面出现了这种大飞机，其实像这种飞机啊，应该多出现一些。精英怪嘛，但游戏的年代实在是太早了。1987年，能够做出这样素质的飞行射击游戏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而且它的量给的很足啊，全流程呢40分钟以上，还能够2周目。2周目就不要指望我能打了，驾驭不来。打个飞机40分钟都要分2次，我打个2周目，好85分钟，这手啊就不用要了，不只是手啊，代价有点大。这里对面的船啊，它竟然用道路连接上了，这是要铁索连环吗？还是在修建？这个船没有修好，没有建好。很多的可以吃到的道具啊，我已经不吃了。对面的弹幕对我的压力还是很大的，我走位啊不能那么自由了。怎么安全怎么走啊，而不是怎么得分高怎么走。这个和高手是有本质区别的。也是2个一起来，先打爆1个啊，剩下这个就简单多了。大家注意，它这个子弹的射击方式啊，一起出来6发这个射击方式啊，玩过彩晶的飞行射击游戏的小伙伴应该相当熟悉了。这就是 BOSS 的某一个形态或者某一门小炮。他就这么发射子弹，但是到这里呢，就是 BOSS 他只会这一种工具方式，所以说只剩下1个的话是非常好打的。应该是倒数第2关了。咱们又是蓝色的子弹啊，绿色子弹的话，有一点非常难搞，就是你每次打完 BOSS， 下一关出门的时候，你需要尽快的吃到蓝色。有一个炸弹。这个游戏最后一关的 BOSS， 最终 BOSS 是很好打的，给大家到时候演示一下或者说明一下就可以了。其实你知道规律的话，每个 BOSS 都有差不多的打法和躲避方式。我的炸弹数现在还是比较理想，现在有5发。遇到 BOSS 的话，快速呢也能秒掉1个。有没有炸弹吃了？这里又有1个。其实这关开始的2个船啊，你打爆第2个的时候，它才会给你炸弹。那个船比较少见。这关也需要注意，打 BOSS 之前呢，咱们需要把子弹换成绿色，这样快速的秒掉1个。或者呢，你背板啊，什么时候快 BOSS 了，你换子弹。或者呢，你看时间，大概3分多钟就可以换了。
不管是坦克，还是导弹发射井，还是飞机啊，还是船，咱们竟然一种子弹就打下来了。这里有小 BOSS 战啊。游戏当中呢，安排小 BOSS 战的部分应该只有这一个。右边的水里出现了几个坦克，这2个坦克啊，我发现的第一时间没过去。因为第一时间过去的话呢，它离你太近了，很容易呢，你拖屏幕凑过去，直接一发子弹射脸上了。这里我换了绿色子弹啊 ，BOSS。其实这个 BOSS 啊，子弹非常好躲，它中间呢就是它的弱点。并且啊，它在移动到屏幕下方的时候发射不出子弹啊，咱们就可以贴脸射了。好，这样就打完。这个 BOSS 看起来很虎啊，倒数第2关了。但是呢，其实打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只要你快速的秒掉一个，并且呢提前把子弹换成绿的。好了，最终关开场啊，有一段比较难，咱们需要贴着下面清那些坦克。其实就是背板，掌握好规律，他打不到你啊。好，就这么4波，清完就完事儿了。然后呢，可以换子弹，换成蓝的。蓝色的子弹啊，咱们就一直用到中关了。因为最终 BOSS 呢，用这个蓝色子弹打是比较好打。咱们有无敌位可以占，再加上咱们现在炸弹数啊比较理想，这关流程当中应该还能吃到2个左右。这就来了一个。不要贪吃啊，千万不要贪吃。现在5个炸弹，应该流程还会给一个啊。好，来了，对面的精英怪，快速打爆一个。后面还有，刚刚那个蓝色的呢，我就没吃，怕不小心吃成黄的呀。好，又一个炸弹，让6发，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也够用了。这个地方一会儿呢会出现很多坦克呀。我这个炸弹扔的比较歪，没全收了。关键它还有延迟啊！我放的时候呢推了一下方向，这个炸弹就扔歪了。扔的比较正的话呢，可以一次性把所有坦克都收了。又给了个炸弹，这样6发。
BOSS 战其实从这儿呢就已经开始了呀。先是一堆对面的导弹发射井，还有炮台，炮台清掉，然后 BOSS 出场，左右2个大型的炮塔，扔啊！这么多炸弹，留一发，附身，这个点啊就比较舒服。再扔一个，两侧都冒烟了。好的，收了。这样游戏的1周末啊就完成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飞行世界游戏《啾啾虎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